你既然都已经花了将近10万在这个 A9N2 上面了，为什么你不加一点钱，直接去做一套真正的家庭剧院组呢？我这个想法在 A9N2 到了之后，我开始想的是说，好，我应该把我那个音响室的音响就收一收了。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麦式音响的 YouTube Channel。那看到今天那么大的阵仗呢，大家都知道我们要开箱一款非同小可的产品哦。没错，这个就是众人敲碗许久的，由日本 Sony 他们所推出的 A9N2 旗舰的环绕剧院组。那为什么就是这款产品又那么受人的期待呢？我觉得最主要一点还在于说，桑巴市场已经很久没有这种比较高单价位的产品了。如果真的要讲的话，我觉得上一款你要回到2019年由德国 Sennheiser 他们那时候所推出的 Ambiel 桑巴虎王桑巴，但是在那个时间点来讲，你说 Ambiel 它能取代就是8到10万的剧院市场吗？我觉得比较难，是因为它缺少了一个核心的东西，叫做无线的后环绕。那在今年呢，这个 Sony 的 A9N2 它推出了，然后它加上了无线后环绕，然后再加上一些它的新的技术之后，坦白说，我觉得它是可以撼动接下来整个入门家庭剧院的市场的。好，那接着又会有观众朋友讲说，你在4月底的时候，其实不就带大家抢先看了吗？那怎么开箱过了1个月才发布呢？我跟大家讲，就是这1个月的时间里面呢，我陆陆续续用它看了几部的电影，然后听了一些音乐，然后呢，也因为要录这一集的开箱，其实我把这次的整个的影片呢，的架构写了一个非常长的稿。所以我想这部影片应该会是市场上，我不敢说最完整啊，但是你说它是完整的介绍，我觉得那是有信心的这样。所以影片会有点长，希望大家有点耐心把它看完。但我觉得一定是值得你花点时间的啦。这样好，那从代号我们就知道 A9N2 它是延伸了整个初代 A9 的设计。但是我觉得 A9N2 它是加强了所谓的音响的本质，什么意思呢？我觉得一个好的音响它就是要有更好的这个低音表现，那更低的低音的下沉度，那更好的细节就是清晰度，以及呢更好的人声的穿透力。那在 A9N2 上面，我觉得它就是做了这些方面的一个改善。那把这些东西改善了之后，我觉得其实它带来就是你在听它的时候，你会觉得它的声音，它的环绕感是更自然的、更沉浸式的，然后整个体验就是大大的去做一个提升哦，这样子。接下来我们就来介绍这个 A9N2 的外观。那讲外观之前，我们就先从整个外包装开始讲起哦。其实从去年的 S2000 开始 ，Sony 他们就进行一个全新世代的外包装的改版。因为在这个世代来讲，我觉得环保议题是一个大企业它应该要去注重的事情啦。所以你在以前你会看到 Sony 他们用了很多的彩盒包装，但是在今年的 A9N2 上，它使用的是一个你可以算是就没有彩色了嘛，然后算素色的这牛皮色的纸盒。那打开了之后，你可以看到里面有点算是再生纸的材质哦，就是应该这整个像以前会有保丽龙。那个保丽龙相对来讲就比较不环保嘛，但再生纸它是可以回收的，所以可以看到在环保这个事情上面 ，Sony 它是算是身体力行的这样子。好，那 A9N2 它跟初代的 A9 一样，就是4键式的这个喇叭。当然，今天因为画幅的关系，我没有把它拿出来。在我右手边的是2只这个 A9N2， 那在我左边呢是这个初代的 A9 2颗。那这个4颗的白色的 A9N2， 它的整个大小啊，基本上它其中的1颗环绕，你可以想成就是一个29公分的正方形，那深度有5.7公分。好，那它的颜色只有一种啊，就是跟初代 A9 一样，就有点像是白灰色，就是没有其他的选择。我觉得这一代 A9N2 它有一个优势在于说，因为它浅薄的机身，使得它在壁挂上更有优势。所以应该这么讲，就是我觉得音响以前它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说不管是传统音响到 Soundbar 的时代哦，就是音响的体积很占空间。传统音响我们不用讲，那个都非常大嘛。那在 Soundbar 的话，其实前方的 Soundbar 条形的还好，那后环绕的话，
其实大部分的后环绕它都会有一个深度，那你就要用一个音响脚架去放。我常常都跟客人讲说，就是你要想想看哦，你放你的后环绕，你今天不管贵或便宜，你要准备一个脚架，所以你要准备一个空间给他。当你用了一个1/3平的土地去摆放你的音响的时候，你其实该计较的不是那个音响多少钱，你该计较是你1/3平的土地、1/3平的房价。以现在来讲，你大概要花个10几、20万，甚至30万不等的金额来摆放它。所以 A9M2 它这个潜型化的设计，它可以做到4颗喇叭去做所谓的壁挂，或是你前方放在电视柜上面，就是在后环绕的部分，它节省了一个非常大的空间。所以在这个空间就是金钱的时代，我觉得A9M2 的设计算是一种顺应潮流嘛，顺应这种空间的一个使用。好，那它的你可以看到，目前我底下它有一个脚架，就 A9M2 它是有附上一个脚架的。那这个脚架基本上就是一个环形的铁框，那它会有附上2个算是桌放的配件。这2个桌放的配件它也非常好组装哦，基本上它都有一个像是那种相机的阿莱锁孔一样，它就是有对应的孔，你基本上把它扣上去了之后，再用2根螺丝就可以把这个环形的铁架跟你的 A9M2 的机身去做结合，就可以放在这个电视柜上面了。那你想要壁挂的时候，它就是把这个环形的铁架钉在墙面上。那你这时候 A9M2 呢，它有附上这个连接的 L 型铁片，然后还有一个扣件，你可以把它就挂在这个你这个圆形的铁环上，就可以壁挂在墙上。好，那我们刚刚讲说壁挂在墙上很省空间嘛，然后以前的这个后环绕都没有那么省空间，这时候就有网友讲说，那我可以把那种后环绕喇叭挂在天花板上面啊。这个我们就要来讲一讲说，就是杜比环绕音效这个事情的。其实，在以前没有所谓天空声道的时候，没有全景声的时候，你是可以把你的后环绕稍微挂在，你也许挂天花板是有点高的，但你挂在上方是可行的，因为在以前呢，它是没有天空声道这个事情。但是在杜比全景声的时代，你看到的一般的soundbar，它的后环绕都会有分，它的定位是纯后环绕跟加上这个天空声道，所以你把你的后环绕喇叭放到天花板的时候，会有一个问题，就是说你原本该在后方的声音，它跑到了天花板上面，那你原本该在天花板上面的声音，它就跟这个后环绕去做融合了之后，那个声音的位置是不对的。所以就是这么讲，你在现在的话，你要把你的后环绕弄在天花板上面，坦白说，它的音效的位置就是不太建议这样子。我们刚刚讲说 A9R 可以壁挂嘛，那 A9 壁挂的时候就会有一个重要问题，就是它的线要怎么接这样子。那线很多人除了这个省空间之外，它还有 care 第二个就是说美观的问题。那 A9 它接线的时候，它的电源孔在下方，然后它下方会有附上一个这个算是整线的沟槽，所以你在接电线的时候，其实它是可以很好的去藏匿在它这个沟槽里面，然后并且我的建议方式是，你把它挂在电视两边的时候，你的电线就走在电视的后方，那这样子基本上你的墙面就是一个非常漂亮的电视墙面哦。好，那我们接着讲到这个小黑盒哦，小黑盒其实这一代的控制小黑盒，它是比初代 A9 的那个小黑盒来讲高了一些。就像我之前讲，它就有点像 Mac Mini 跟 Mac Studio 的那种差别嘛。那这一代的小黑控制盒呢，它是有着16公分宽的一个正方形，那高度呢大概是5.6公分，然后它会附上一个遥控器，但是基本上这个遥控器呢你是用不到的，为什么？因为你所有的功能都是可以透过 Sony 他们自己家的 Bravia 的 APP 去控制它所有的机能，甚至你电视也可以去做调整。所以我的话，我基本上我就把遥控器就一开箱之后，我就把遥控器收起来了。那我们接下来讲到背后的接孔，背后的接孔小黑盒控制盒，它背后有一个这个 S Center 的接孔，那这个 S Center 的功能我们后面再跟大家细讲。接着呢，它有一个 HDMI 的输入与一个 HDMI 的这个 ERC 的输出。那这一代的 Sony 的这个小黑盒呢，它有支援这个 4K 120帧的输入，那 VR 可变刷新率，还有 ALM。可能很多观众朋友问说，为什么还要多做一个这个 HDMI 的输入？在上回我们开箱这个三星 Q990D 的时候讲到，其实你就算是 PS5 去搭配 Sony 的电视啊，它在使用 ERC 这个连接的时候，一样会有一点
这个延迟的状况。其实现在有些厂商它因为这么讲，如果你是透过你的游戏主机是先接到电视，那接着呢，你再把这个电视的音效借由 ERC 送到音响，其实它会有一点点的延迟的。当然，如果你不是专业的游戏玩家，或你不是对这方面很专精的人，你会比较没有感觉。但是 Sony 它提供的这个选项就是说，你让那个很喜欢玩游戏的人，尤其是 PS5 的玩家，你可以先把你的 PS5 接到这个 A9M2 的小黑盒上面，那你接着再把 HDMI 线接到你的电视，这样你玩一些射击游戏的时候，那个音效就是会非常的过瘾，因为它完全没有任何停滞的感觉哦。好，那当然它还有一个网络接孔，可以让你接有线的网络，但它本身是可以支援无线网络的，所以就大部分人应该都不会去接这个网络线。接着呢，我们要讲就是说，在上一代呢，可能初代 A9，有些人会看到网络上讲说它有一个无线连线比较不稳定的状况。当然，我要讲的是说，其实在初代 A9 的时候，它有一个所谓手动扫描频道的功能，就是你遇到断线有断讯状况的时候，你可以做一次手动扫描，它会挑选一个比较稳定的频段去做连线。那这个状况基本上99.9%的人，他就用这功能的时候会恢复正常。那你看网络上有时候写是因为可能大家有时候没有看到这个功能，因为以我们卖了那么多组的初代 A9 来讲，我是真的没有遇到说做了这个手动跳频的功能之后，它还是用不下去的，就会有断讯状况的，我是比较没有遇到。但是这一代的 A9M2 第二代，它做了所谓的双天线、双频天线的一个设计，就是它在天线的稳定度上，以及在这个跳频的算法上，它要去做了更加的进步了。在这一代的话，基本上你完全不用去做任何手动去扫那个无线电讯号啊、无线电频道的功能，它只要侦测到，现在讯号不稳定，它自己会跳频。所以，它的界面也没有让你去做任何这个频道的设定的，就是你在用它的时候，以我这个1个月使用下来，我基本上完全没有遇到任何一个断讯的状况这样子。所以基本上 Sony 它的那种稳定度，就是在每年都在改善的这样子。接着我们来讲到 A9M2 它的一个单体的配置，在初代的 A9 来讲，它是一个高音搭配一个低音的表现了。那天空声道就是另外一颗独立的单体。那在 A9M2 上面，我们先讲它的前方一般平面的配置，它是采用了一个高音、一个中音、一个低音单体的配置。那基本上我觉得现代的喇叭，因为分音器来讲非常好做，就是它有这个 DSP， 就是数位的讯号处理器。那在数位分频很好做之后，你增加单体的时候，其实它可以更好的去做衔接。尤其像 Sony 他们是做喇叭做了那么久的专家这个多加单体其实对他们来讲就是只会有好处了。那多加的单体有什么好处呢？其实你就想想看以前你唱歌的时候，假如你唱一首歌，这个是一个男女合唱的版本，那你一个人去唱的时候，你唱不了女生音域，你就会非常痛苦。但是假如今天有一位女生跟你唱，然后你自己在唱，然后假如男低音的部分还有一个专门的人负责去唱，那这首歌是不是就可以诠释的非常有感情的？所以当单体变多的时候，我觉得实际上的听感进步在于说，它的整个的声音的清晰度增加了。然后呢，它的整个的人声的厚实感，我觉得也变得更好。因为人声的话，你大概就是中音单体去做，跟低音单体去做一个配合这样。可是有人会说因为它现在机身变那么浅薄，它的低音会不会很少？所以 Sony 他们为了这种状况呢，不要让它发生，所以他们在它这个机身里面还有加上了一个低音的导向管。这个东西是什么呢？其实你就把它想成，你有些重低音喇叭，应该说绝大部分的重低音喇叭，你会看到它有开一个反射孔。其实这就是利用你喇叭在往前推动空气的时候，它是会往回弹。那往回弹，其实它也会有一个声波的。那低音的导向管呢，它就是说，因为声波下来，你想加强的低音的频率可能是特定的。那这个低音导向管就是让这个 A9M2 它可以加强某个频率的低音，那它整个声音高中低衔接的时候，就是可以做到非常的平顺，同时它又保有一个不输初代 A9 的一个低音表现甚至我觉得它的低音听起来是比初代 A9 好那么一些的，就是在这样子浅薄的机身底下，天空声道呢对比了初代的 A9， 现在的 A9M2 它是使用他们家这个 X Balance。
X 平衡型的一个单体哦。其实我觉得针对这点呢 ，Sony 他们是准备了很久的。为什么？其实，在2020年的时候，我们就看到 Sony 他们在他们家的这种小型的蓝牙喇叭，XB 系列上面去使用这个 X 平衡型的单体哦。为什么要这么做呢？因为以往的单体都是圆形的，那圆形的时候，你在这么讲 ，Sony 它应该是想到说，其实我们在未来啊，喇叭它会做得越来越，也许是细长或越来越微型。那这个时候，你圆形的单体其实它会占到很多的一个空间，会导致你的一个机构设计没办法去做小型化的一个适配。所以呢，他们就做出这种类似矩形的一个单体。那很多人问说，矩形的单体跟圆形的单体，那差别在哪里？这样子，你就想想看，你在很细长的这个蓝牙喇叭上面，你的圆形单体只能用很小颗。那你这时候如果你用颗也是矩形很细长的单体 X 平衡型的单体的时候，你推动的空气面积是比较大的，所以它同时呢也可以给你一个很好能量的感觉，不会说因为喇叭小，它的能量感就会比较差这样。从这个2020年的这个 Sony 的蓝牙喇叭系列，再到今年的这个 A9N2， 你可以看到说，其实 Sony 他们在这种新技术的应用上，他们是非常谨慎，他们是一步一步的，先从这种比较属于小型、微型的产品去做实验，那等到它比较成熟了之后，再把它整个移植到它的旗舰产品上去。所以我觉得，就是这非常符合我们对日本人的印象，就是稳重，然后谨慎，一步一步慢慢来这样。那我们讲完了硬体呢，我们再来讲一下软体的部分，就是 A9N2 呢，他们在今年呢有用上了他有讲说他有2件事情啊，一个就讲说他用上了一个新的虚拟环绕的算法在音乐的讯号上。怎么讲呢？你在以前听A9 或者听一些音响产品，你在听那个音乐，那你就觉得说虽然你有后环绕，但是你在播放音乐的时候，后环绕好像没有什么声音，或是它的功能很薄弱。但 Sony 呢，他们在今年用上新的算法，就是说它可以针对一些环境的声音啊，针对一些乐器，它可以放到它的后环绕里面。那你听起来之后，其实觉得整个氛围感是蛮好的。那这个我在实际体验的时候，我觉得效果也还是不错。那第二个在讲，他讲说，它的整个的人声辨识的演算法做得更好，所以它可以把人声呢再更有穿透力的表现出来，搭配上它这个新的单体的分配，就是人声的表现是更大的加分。好，那当然我觉得这个东西呢，就是实际上你还是要去听一下，这样子，这种东西就是算法的东西，你要真的听到才是准的这样子，因为广告总是写的多厉害嘛。那最后关于软体还有一个部分，我想讲的是说，可能很多人会看到 Sony 每次这种旗舰的，不管是从 A5000、A7000、A9 到现在的 A9N2， 他都说他们有一个360的 Reality，这叫360的 Sound Mapping 嘛，就是360度的这种声音的环绕的技术。好。他就说他用上了这个技术之后，你就感觉它有一个 Phantom Speaker 幻象喇叭，就是你实际上只摆了4个喇叭，但你会觉得说，你在这种喇叭听的时候，它的方位是7.1.4吗？就是非常多的喇叭。那其实我以前我是非常不能感受说这个广告的名词的用意，或它背后的含义，或背后的技术是怎么样。但是因为这1-2年，我听了很多入门的商霸。其实我渐渐的加上这1个月的使用，我大概可以了解这个技术背后的概念大概这样讲什么了。简单讲，如果今天你是一个入门的商霸，你在听的时候有一个子弹从前面往后面飞，你会觉得它飞有一点子弹会有点瞬间移动，就是它在前面的时候跟它飞到后面的时候，那个子弹中间会有一点断层。那这个逻辑上是为什么呢？你就想成你的环绕讯号来讲。他今天一个商霸，他在做解码的时候，假如说今天的子弹是在前面的，他就是让声音在前面的喇叭。那接着呢，他去侦测说，现在这个子弹的音效呢到后面了，他就瞬间把这个声音呢丢到后面的喇叭。但是我觉得 Sony 他们应该是在音讯的处理上去做了一些处理哦，他在把前面的这个声音到后面的这个喇叭这个过程，他去做一个音量的过渡。什么意思？你今天子弹从前面到后面。它前面的喇叭会稍微的小声，后面的喇叭呢，它也会做一个渐渐的渐强，慢慢变大声。所以你这样在衔接的时候，它是更有一个算是
环绕的感觉，也就达到 Sony 它广告文宣讲的就是说，它虽然只摆4颗喇叭，但你会觉得很多喇叭，就是它整个环绕的衔接感变得更好。好，那我们讲完了这个硬体，讲完了软体，我们来讲一下它可以搭的配件哦。其实配件依然是跟这个初代 A9 一样，它就是可以搭，就只有2款，一款是这个 SW3 200瓦的超重低音，一个就是 SW5 300瓦的超重低音。那在以前 A9 初代 A9， 我都会推荐大家说你要买这个SW5 最大号的低音，但是在今年的这个 A9N2 上面，我反而建议大家说，其实你买到 SW3 就足够，因为其实今年的A9N2 它本身的低音，我觉得跟 SW3 的衔接是非常完美的，就加上去之后，它的那个低音啊，我觉得如果你有听过 BOSS 的音响，你就知道 BOSS 就是以超低音著称，就低音很重去著名的嘛。今年的 A9N2 再加上 SW3， 我觉得那个当然干净度没有像 BOSS 他们家的那种旗舰系列做的那么好，但量感跟低沉度来讲，我觉得是有水准的。那当然，如果你是一个超喜欢听电子音乐，或者是你就是很喜欢那种看动作片、看那种战争片，那你要买到 SW5 也是 OK 的，只是因为在价格上，就以目前 A9N2 它比较贵嘛，它搭上 SW3， 我觉得以那个 CP 值来讲还是比较高的。但如果你是追求完美的人，一样可以买 SW5。那支援的这个音讯规格，其实当然传统的蓝牙 AirPlay 这种东西它就不会少。然后环绕音效部分，它支援了这个 Dolby Atmos 全景声，然后 DTS:X， 然后它还新支援一个 IMAX Enhanced 的功能。但是这个东西，如果你是 Netflix 用户的话，基本上你用不太到，因为 IMAX Enhanced 现在很多是在讲说它萤幕画面大小的东西，跟音效倒是比较没有关哦。在讲完了这个A9N2 它的一个外观，然后它的软体，然后它的一些单体的配置之后，原本是要介绍它的一个APP， 还有它的一个音色调整的参数啦。但我觉得在讲这些之前呢，我们先让大家去听一下，因为我手边刚好有初代的 A9， 那以及这个 A9N2， 所以我觉得让大家直接来比较一下，就是初代的 A9 跟这个 A9N2 到底经历了一个世代的变化，那音色上又有什么样的一个进步呢？我们就来听一下一些片段吧。我们一起抵达远方，世界尽头你在就够。想和你看5月的晚霞，6月日落，在一起许7月的流星，8月温柔，只愿把而来的浪漫以及你。我们一起抵达远方，世界尽头你在就够。想和你看5月的晚霞，6月日落，在一起许7月的流星，8月温柔，只愿把而来的浪漫以及你。时空欢喜，听他和谁逢场作戏，可是你的委屈却无从说起。他字字未提喜欢你，你句句都是我愿意。他一句寂寞时候的回应，你却激动不已。他字字回避这话题，你傻傻时空欢喜，听他和谁逢场作戏，可是你的委屈却无从说起。他字字未提喜欢你，你句句都是我愿意。他一句寂寞时候的回应，你却激动不已。他字字回避这话题，你傻傻没有烦恼，没有那悲伤，自由自在，身心
多开朗，忘掉痛苦，忘掉那地方，我们一起启程去流浪。没有烦恼，没有那悲伤，自由自在，身心多开朗，忘掉痛苦，忘掉那地方，我们一起启程去流浪。你掀起波浪，抛弃了我俩太不公平，爱和恨全由你操纵。今天我已离不开你，掀起波浪，抛弃了我俩太不公平，爱和恨全由你操纵。今天我已离不开你。When I'm going home tonight, alright. You get where get up, don't party. Up and down, round and round, hit the spo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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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pot. Up to the dick, shit up, junction, and which are your way? Hey girl, where you at? Better look out, get send me the address. No dress code, 대충 걸치면 돼. 우린 꿈이 먹고 나머진 없대. Yeah, 넌 니금 분위기 so sticky. 마구 부대껴 엄마청적인 찌릿. 여긴 내 동생. When I'm going home tonight, alright. You get where get up, don't party. Up and down, round and round, hit the spo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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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pot. Up to the dick, shit up, junction, and which are your way? Hey girl, where you at? Better look out, get send me the address. No dress code, 대충 걸치면 돼. 우린 꿈이 먹고 나머진 없대. Yeah, 넌 니금 분위기 so sticky. 마구 부대껴 엄마청적인 찌릿. 여긴 내 동생. 好，那在听完这个 A9N2 与初代 A9 的比较之后，我们接着进入到这个 APP 操作与参数分享的环节。但是坦白说啊 ，Sony 他们现在旗舰的产品，其实在音色参数上并没有给什么细节的选项可以调整啊。我们首先看到 Sony 它这个新的 APP 叫 Bravia Connect， 这个其实从去年的 S2000 开始就有了，那时候名称叫 Sony 的 Entertainment。好，那当然你一开机，你就是要先进行配件中低音配件的连接，那接着再进行到一个自动声音校正的环节。A9N2 的声音校正，它跟初代 A9 的差异在哪里？就是初代的 A9 它只有进行4颗喇叭的这个声音素材的收集，但在 A9N2 身上，它除了收集这个本身的声音之外，在聆听者位置的声音呢，它也会去做收集。怎么做呢？就是你要拿着你的手机，它会有个指示跟你说，哎，你现在手机的麦克风你要朝前方去摆啊。那接着你的手机的麦克风呢，你要朝天花板去摆。那这时候它就 A9N2 就会把这些声音都收集起来，去做一个整体性的分析哦。并且呢，我觉得要讲一个题外话，就是说在5月22号，Sony 还有出了一个新的韧体的版本，它把 S Center 就是电视的喇叭也加入到这个整个空间音讯分析的系统里面。那我觉得这个是大大的改善呢，就是把这个 S Center 的功能又更加提升了。怎么说呢？其实我觉得以往的 Sony S Center 它会有一个所谓的，我觉得算是小缺点，就在于说，当你接上电视喇叭的时候，它Sony这个 S Center 就是固定的把一个声音丢给电视喇叭。那我必须诚实讲的是说 ，Sony 的电视喇叭它目前有2个系列 ，OLED 系列的这个电视喇叭做得非常的棒，没有话说。但是如果是一般的 LED 系列，以目前的 X90L、X95L 来讲，我觉得那个喇叭做的就是不是那么的好。
所以你在用 S Center 功能的时候，你是用 OLED 电视的人，那个声音加成，我觉得哇，那效果就真的是就是加分是非常不错的。但是如果是用在一般 LED 电视上面的时候，我就觉得开 S Center 来讲，就是跟原本的差异没有到那么的大。但是现在你看 Sony 它在把这个 S Center 电视的声音也加入校正系统里面的时候，其实它是做了什么事情？我觉得它是做了一个所谓分频的工作，就是它去把这个电视的声音去做一个分析之后，假如说你电视的声音比较薄，它就让你的 A9N2 去补一点这个电视的喇叭，补的多一点，衔接的好一点。那如果电视的喇叭很好那我 A9N2 就跟你衔接来讲就不用衔接的那么的多。所以它不管在配到，假如说以前的 A800， 或者是像他们现在新款的叫 Bravia 7、Bravia 9这种一般的LED 的电视、Mini LED 的电视，它的整体的融合度，这个搭配起来的效果是更好的。那当然5月22号新版的韧体，我是配 A800 听的，我觉得合起来的感觉，那个整个人声融入进去，电视的音色变得更自然一些。所以这个是我就觉得说。其实 Sony 他们在推出产品之后，那也是会一直去做软体的改进的，这也是非常好的事情。这样子，那接着呢，回到设定的这个 Bravia Connect 的页面，有几个功能我觉得是非常重要，跟大家讲一下。我觉得首先最重要就是Sony 他们这个 APP 里面有所谓自动音量的功能。这个自动音量我觉得非常的选，就是说。它在 Sony 的系列产品上面，不管是 S2000、A3000、A5000、A7000，初代 A9， 就是你刚拿到它们的时候，你用它直接接上电视播声音，你很兴奋，但是你会发现一个事情，说，怎么音量要开到很大声，然后才会比较清晰，然后那个音色好像跟在店家里面听的不一样。那这个时候你把自动音量开起来之后，它就会整个声音第一个变大，然后第二个我觉得音色也都变比较饱满。但是它的叙述是说，它会针对不同的讯源去提升音量。但我觉得开了这个之后，其实不止音量，你整个音色跟动态就也不一样了。这样子，好，就是开跟没开是两个世界啦，所以我觉得这个很重要，大家一定要记得，一定要开这样。那再来，语音加强，就是它中间画面会有个语音的选项，跟这个音场这两个模式。我也是建议大家打开的，因为语音就是你会想听到清晰锐利一点的人声啊。那当然，这个语音功能你听音乐可以关掉，但是有这个人很懒，我不喜欢说听音乐要关一个选项，然后看电影又要开一个选项，那弄起来就很复杂。那音场模式，我觉得就它整个环绕感会比较好，所以也是值得开的这样子。好，那同时它这边还有一个夜间模式。夜间模式，我觉得这种就是算是蛮方便，在于说它把整个动态变小，但是整体的环绕感还是会有，所以就是它不会音效不会变得很激动、很激情，所以你在晚上看一些恐怖片，或者你看一些那个战争片，比较不会吵到你的家人。好，那接着它音场模式其实是有细分3个选项，它有一个当然，它原厂有一个360的这个 Sound Mapping， 这是第一个选项。那第二个杜比跟第3个 DTS， 其实我都不建议选。我简单来讲，就是如果你选到这个杜比的环绕的选项，这个它叫 Dolby Virtual 的功能嘛，它的声音会变比较干净，没错。但是同时，我会觉得它人声变得有点小声。就如果你是很喜欢干净的声音的话，也许你可以选，但是我觉得大部分人他不会去选的。这样，好。那再来，其实它的 APP 操作可以调整，就是环绕跟重低音的音量了。重低音的音量，我觉得这个就要看，因为假如说像我的话，我都调到-1、-2了，因为我觉得它的低音量感对我来讲其实是有点多的。但是如果你喜欢看电影，就是因为我是听音乐跟看电影两用的参数啊。但如果你喜欢看电影比较多的话，你开到正1、正2，我觉得都还 OK 吧。那后环绕的部分，我觉得这个就看人。其实我觉得它参数来讲，也许正4、正5、正6，我都觉得还 OK， 就是要看你的后环绕跟你的距离。但我觉得基本上你把它调多一点，那个感觉是你第一次使用的话，调多一点，那个是还不错这样子。最后一个就是它还有一个音场高低，就是它会有一个电视啊，然后的选项会电视就是变低变高。跟在中间这样子，那我觉得它这个调整的时候，其实是跟那个前面声音的人声的厚薄度也有一点关系。因为它假如说你让那个音场高度变比较高的话，它的人声就会比较薄。
那如果音场高度变比较低的话，它的整个声音就变比较厚、比较闷一些，就是也许可以用它来调整人声，就是我觉得这是一个不错的。但是我一般的话，也许我调到就是中间的值啊，我不会把它调低或调高。但实际上你去听听看你的人声，如果觉得还不够的话，可以用这个选项去做调整一下。那接着最后我们就来到一个结论的环节了啦。就首先大家最好奇的就是说，二代的这个 A9M2。它跟这个初代 A9 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就是你看，一个是74900，一个是74900没有错啊，一个是56900，然后 A9M2 是74900。那我觉得跟初代 A9 不一样的地方，首先在于说，当然它用上了更多的单体，所以它的音色是解析度是更好的。我觉得这解析度更好，当然看电影的环绕感会变好，这个不用讲。其实我觉得最大的差异就是听音乐完全不一样。以前初代 A9， 其实我觉得听音乐来讲，跟一些也许说比较低价位的桑巴来说，并没有差的非常多。但是现在的 A9M2， 我觉得它听音乐的表现是大大加分的。就是如果你喜欢听音乐，喜欢看电影，其实你是可以用它的。好，那那有没有缺点？其实我觉得相对起初代 A9 来讲，这个 A9M2 它的天空声道是变比较弱的，尽管它用上这个 X 平衡型的单体但我觉得初代 A9 的天空声道的表现位置那个明确的感觉是比二代来的强的。但我觉得怎么讲呢？就我觉得我这么讲好，天空声道在一个电影里面你会使用到的场景或比例，坦白说并不多。就你相较一个电影最常用到的是什么？我觉得有几个方向。第一个是人声，人声一定是最常用的嘛。你主角讲话口白，你听音乐，这个人声都非常重要。第二个就是重低音，这也是看电影最常用到。第三个就是环绕，假如说你环绕再放一些背景的音乐啊，或者是一些那种音效啊，都会用到环绕。所以反而说天空声道它是比较少用到的。当然 A9M2 的天空声道比较弱，但我觉得它提供了给你一个氛围感的感受，就是你在听它的时候，你会感觉，当然你没有正上方有声音，但是你会觉得你整个氛围感它是做的特别的好的。所以其实我用它，为什么会这么讲呢？因为我在这1个月的时间里面，我用它看了4部的电影。那第一个就是《城市猎人》，然后接着是这个叫做《烙印之人》嘛，就是1、2部曲，然后接着还有一个叫做《异星战境》，就 Jennifer Lopez 演的。坦白讲，这4部电影啊，在 Netflix 上面，它都不算是一个有任何剧情，就是如果以剧情评分它的话，我觉得这几部片的剧情基本上都是0分这样子。对，我还有看第5部叫一个玩火的女孩吧，这有点科幻这样，所以看5部就反正剧情来讲都是我属于没什么剧情。但是这样 A9M2 看的时候，它所营造的氛围感，它所营造的环绕的音效，让我觉得就是那跟初代 A9 不太能比，就是好非常多。所以这么讲，你用上 A9M2 之后，我跟你讲，你会损失非常多的时间，因为你看一些完全没有剧情的影片的时候，你也会觉得，有时候看看美美的画面啊，看看那个音效沉浸在里面，时间很快就过去了。那接着我们来讲说，就是 A9M2 啊，目前是不是市场上最强的一个这个算是桑巴组合？我觉得以目前的生态来讲，它应该这么讲，就是它在综合的这方面做到了最强。什么意思？如果你要说听音乐最强，或者什么重低音最强，或者什么天空声道最强，也许 A9M2 它都不是。但是我跟你讲，它综合起来之后，那个数值就是，我们常常讲的所谓的那个，你就看到有些角色会有什么力量、敏捷、智力，然后什么幸运这样子嘛。我跟你讲，有些桑巴它就是力量100，然后可能它的敏捷是0这样。但是 A9M2 我会说你可以当成它每一项都是90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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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0分，就是它基本上是每一项都很 OK， 然后你几乎你找不太到嫌它的地方这样。除了它天空声道你可以稍微嫌一下，但我觉得就是以这个价位来讲，然后这样的体积，然后呢这样的环绕的表现，然后这样听音乐的表现，然后操作的方便度以及产品的稳定度来讲，真的是没有什么好嫌的这样子。而且我觉得真的是
坦白说啊，我在当初我在看到 A9N2 的价格的时候，74900嘛，那你再加一个 SW3，大概加个1万块，我那时候想说，那加起来也8万多块，然后加 SW5 9万多块了。好，接着我就拟定一个战略说，我希望客人们听完 A9N2 之后，我就要把它引导到我十几万的那个家庭剧院组，我就会想说，你既然都已经花了将近10万在这个 A9N2 上面了，为什么你不加一点钱，直接去做一套真正的家庭剧院组呢？但我跟你讲，我这个想法在 A9N2 到了之后，就是我在这个月聆听时间里面，我开始想的是说，好，我应该把我那个音响室的音响就收一收了，这样子。就是为什么？因为现在的 A9N2 它真的是第一个装起来太方便了，然后第二个完全不占体积。就是体积这回事，我觉得在现在的音响的消费市场里面，很多客人他是非常 care 的。因为为什么？你想想看，你家为什么就是你会想买一个30平、40平的家，因为住起来舒服嘛。那音响很大，这个事情就变成说，你买了一个30-40平的家，你又摆了一堆超大喇叭，让它的室内变成只有20平，哇，那个就是完全是违反了人类的那个。就是你就想要活得舒服一点，所以才买大的房子。那你现在又买音响把它摆满了，所以就是违反人性这样。所以 A9N2 在空间上，我觉得它跟那种传统音响是完全不能比的这样子。反正就是听完之后，我就开始想说，以后我还有什么音响能够卖这样，就是完全是打错算盘的这样。好，然后它适合什么样的族群呢？我跟你讲。基本上你只要有预算，然后你想要享受好的环绕，想要听音乐都是可以买。然后第二个是说，我觉得它特别适合那种超短焦投影机的族群。为什么？超短焦投影机就像初代的 A9，你超短焦投影机，你基本上你中间没办法放 soundbar， 那你就只能放4颗环绕。那初代 A9 有时候它不能壁挂，或者它比较占空间，你放起来觉得很烦。那现在到 A9N2， 你没有借口了吧？它可以壁挂，然后又好放，声音又更好。那后环绕的摆放，很多人说，我到底是要把它像它喇叭现在是一个平面朝前面嘛？你就是说，我后环绕我是要把它放在我的耳朵后面呢，还是我要把它竖直的直接对着我的耳朵呢？我的建议是说，2种都可以，不要为了这个事情太纠结，因为正常人的话，你大部分这么讲啦，你对着你的耳朵一定是更好的，但是99.9%的人，我们刚刚讲一个事情就是体积跟摆放。所以我建议大家，你就是直接把它壁挂在墙上，这样就可以了。如果你真的觉得音量有减少的话，你再去把后环绕的音量去做一个加强参数的加强，那也就 OK 了。这样子。好，那讲了那么多呢，最后呢就是要讲说，其实 A9N2 这款产品，我觉得它是值得你到我们麦斯音响来听一下它的整个环绕的效果的。那你说它这样子74900再搭配一个重低音，对，它一定要搭重低音啊！它如果不搭重低音，我就跟你讲，那就不要买。你真的一定要搭 SW3 或 SW5， 就一定要搭，没有不搭这个选项。好，那坦白讲，到8万块的这个价格，我都觉得完全对得起它的声音，也要对得起它的操作，就是这完全是 OK 的。加上，其实有时候我开箱 Sony 的产品，我会觉得还蛮开心的。为什么？因为就像我上次开箱那个 ULT 的耳机一样，就是它每一次的新产品，你都会感觉到，它又做了一些什么样的进步，然后又做了一些什么样的改变。同时呢，你在它的旧产品上面，你看到一些好的设计，那你在新产品当中，你就会看到还有一些持续的应用。所以我觉得就是大家买 Sony 产品的话，还是要有点信心的，因为你在买每一次的新品的时候，其实你都享受到了一个最新的规格。好了，那我是 Alan， 这次的 A9N2 的开箱就到这边哦。那如果大家喜欢这支影片的话，记得订阅、按赞、加分享，因为其实这个影片也是大家可能看影片，每次会觉得说，好像都讲的落长，或者是有时候讲的好像就那一下。坦白讲，要准备一部影片，我觉得要做的事情是非常多的，就包含现在来跟大家讲话，其他那些内容呢都是我写稿写过的，然后任何的功能呢都是我体验过的，甚至呢，其实我们讲的很多的一些市场的分析人，都是综合我以前所碰过的产品，然后价格，然后产品的一些演进，那分析给大家听。其实这些都需要时间准备，所以就是大家的按赞、订阅、分享，其实对我们来讲是有非常大的一个实质的帮助的。所以这次的节目就到这边，
那有机会的话，希望在麦斯音响看到大家来我们这边听听看。我是 Alan，我们下次见，拜拜。